Hello，大家好，这里是老胡。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东的一位巴斯克华大神老姚。Hello，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姚在北东创立了一个巴斯克华的组织，然后呢，你们组织的名字是 Fusion。那你们组织创立的初衷呢？还有目标，能不能介绍一下？对，其实我们这个组织很早就在筹划了，主要的目标呢是以对标 Ascend 成立一个巴斯克频的组织。不要对标谁，你们成立啊。然后主要就是核心思想呢，就是说，第一个是大家互相促进，互相一起练习，然后互相分享，然后这样可以快速进步。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几次拍片的这样的活动，给大家多留下一点滑行的视频，能在你运动表现比较好的时候多留下一些高质量影像，也是我们这个组织成立的一个目标之一。如果我是一个巴斯克华爱好者，如果想要加入 Fusion， 那需要怎么联系你们？有什么考核标准吗？我们没有一个硬性的考核标准，我们的标准其实是类似于委员会制，就是说你跟我们要活动一段时间，大家都熟悉你、认识你，然后并且你的滑行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还要有一定自学能力啊，这点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是在探索各种不一样的滑行方式和风格。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次委员会的考核，当然这个题目是委员会自己定，所以不是一个固定的题目，也就是临时出题。对，会有一个临时出题的。对，通不通过还是以委员会自己决定。反正就是要跟委员会搞好关系。也不是搞好关系，其实我们这个就是类似于 PhD 答辩的一个形式。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几个 PhD 啊？就我一个在读 PhD。好吧。对，因为这个规则也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这样比较 make sense， 因为每个人想象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用一套标准去把所有人都放在这一个标准里面。有道理。这个方式很新颖。其实我们成立到现在也没有说我们是一个巴斯克频组织，我们是一个克频组织，所以如果你是一顺想加入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一顺这边已经有Ascend了，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以巴字为主。肯定以后有更多的组织出现，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只是推广。对，不是说一顺就是Ascend的主站，那肯定，那过3-5年，那北美肯定有好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组织。对，是这样的。其实大家成立这些组织的初衷都是说，大家在一起互相玩、交流技术，然后一起找个血搭子这样的想法。这个我们这有一个绑带，大家Ascend了解一下，一个非主流北美克滑组织。你们有绑带，Fusion 能帮我绑一下吗？你看正儿八经的，帅，超级冷。今天几度？零下15，体感不止，就是零下20，纸面上零下20，体感不止。感觉风大。梁哥说比前2天零下30度的高分还冷。反正我比在科州前2天零下-20几度穿得多。我整整多穿了一件护甲，我还是冷，因为科州干啊，对，美东湿冷啊，而且风会有点大。湿冷是什么样的一个 bug 的存在？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南方啊？有没有去过南方的冬天？因为南方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我是浙江的人，我一个北方认识的朋友，我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好大的风。我刚才只是想说，我在东北的朋友来到杭州被冻傻逼了。冻成狗了。走，滑吗？来，那现在我们拍一段老姚的滑行，让老姚开始你的表演。走。
还是有几个弯滑的不太行。我觉得整体挺流畅，挺流畅，非常好。好，那老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穿的装备。因为说到巴兹克华，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你的固定器角度、占距、板宽还有啥？还有啥？侧切半径，对。OK，今天用的是一块 Never Summer Pro Synthesis 159DF， 然后这块板的板腰，它其实是本质上这块全山板，然后它的板腰是280，几乎是量产板里面能找到最宽的那一类的板腰的板了。那你的鞋子是几号呢？我的鞋子是美国男的8号，8号是260啊。对，内长260，角度18/9，然后我是右脚在前，18/9，占距56到58之间。然后这个板的侧切比较短，其实侧切大概侧切半径只有8米，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些参数。那也就是你的板子其实没有定做加宽，没有，你觉得就够了？对，其实这个板甚至我可以再窄一点，对我来说。那你给大家选板的建议就是，巴兹克华同学好多人会定做板子加宽嘛？对。那如果根据自己的脚来，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的脚长如果是270的话，我应该选多宽的板呢？建议选270到280之间的这个板腰，你就比你的脚稍微大一点点。对，你真正决定你是不是会雪鞋出界的，还是你脚底下的这个板的这个宽度。哎，这是跟侧切半径也有关系。对，侧切半径越小，你可以不一定要选那么宽。对，而且跟你的站距也有一定的关系，你站得越宽，你就越不容易出界。啊，对 ，OK。好了，那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巴兹克华的 tip 吗 ？OK， 有些学友会卡在一个所谓蹲坑的姿势，就是说你的后刃滑起来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姿势在滑的，就是没有做到开胯开肩，主要是以往下蹲的这种形式去压你的后刃。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比较容易的意识呢，就是帮你的前腿蹬直一点。你前腿蹬的直了以后，你可能你用到的骨骼支撑会比你的肌肉支撑多一点。所以你站着的时候，当你的这个力量从板子传递过来，你的前腿这样可以顶住。还有一个好处是，它能把你的胯稍微带开一点，并且有压力过来的时候，它还能把你的胯接着往后在这顶。然后现在可能很多学友知道 ，OK， 我要开胯开肩，但是我平地上也能做出来，但是我一到雪道的时候，我胯自然立马就回来了。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八字的原因？我是不是做到一顺以后就好了？但是让你看到很多学友从八字刚转到一顺的时候，还是顶胯。八字滑什么样，他一顺还滑什么样。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力方式。你一旦找到这个发力方式以后，你的八字和一顺的胯是都可以打开的。我跟他们说八字跟一顺是一样的，他们不信。在我的理解里面，八字和一顺发力逻辑顺序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在你具体落实的细节上，在你的一些具体关节的发力方向上会有一些对你发力的肌肉可能参与的肌肉还有比例会有一点不一样。对，然后整体的姿态也有一点不一样。对，对于我来说，我的方法还是说我的后腿膝盖会尽量朝脚尖方向去打开。这就是说你在做旋转的时候，你的膝盖不要去参与你的旋转，你的膝盖该往哪里打，该往哪里朝还是往哪里朝。你的这个旋转主要是在你的这个上身以及到你的这个胯部的这个旋转，你的膝盖该往哪里朝还是往哪里深了呀。你在做旋转的过程中，还得上下半身分离呢。对，你势必你的膝盖会往这边，就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跟上身一起转，所以你需要做一点点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力去抵抗它这个旋转的力量。我就说你今天教的有点难吧，越教越难了。让大家慢慢去消化吧。好，那你再来具体演示一下吧。膝盖朝向，让大家关注一下膝盖朝向。对，一种扣膝盖的发力方式啊，就是你把你的膝盖往里面扣，你的这个膝盖使劲往里面转，但我个人是不推荐这样的方式的。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你的膝盖朝你的这个方向去打开一点，区别。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膝盖，大家的这个后腿的胫骨前肌一定要收起来，然后把你的膝盖往脚尖方向去拉，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姿态就够了。然后我们就以这样的姿态再做2个弯。
差点摔倒。那今天就感谢老姚，我们下期有机会再让老姚教我们一些八字刻划的小技巧。好嘞，没问题，大家再见。大家再见，不要忘了订阅和点赞。好，大家关注一下老姚小红书，小红书在这里贴上来。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